抗美援朝時期，美國明明已經把原子彈準備好了，為什麼到最後寧願戰敗也沒敢扔下去呢？說起這事，我們得先把時間撥回二戰末期。那時候美国為了逼日本投降，直接在廣島、長崎丟了2顆原子彈。好家伙，全世界都看傻了，原來这玩意兒威力這麼大。不過那也是原子彈唯一一次在實戰中亮相。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在朝鮮戰場上，原子彈差點就2次登場了。當時美軍被中朝聯軍打得節節敗退，麥克阿瑟急得跳腳，原子彈都已經運到日本了，就等着一聲令下。可直到簽停戰協議，愣是沒敢扔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首先，輿論壓力太大了。當年炸日本那會兒，國際輿論就已經吵翻了天。有人覺得這是加速戰爭結束的必要手段，也有人直接開罵說美國沒人性。這還是在戰勝國對軸心國的情況下，如果朝鮮戰場再來一次，死的可就不光是軍人了，大量無辜百姓要遭殃。到時候國際社会還不得砸鍋？美國扛不住這頂帽子。其次也是最重要的，蘇聯也有了原子彈。朝鮮戰爭表面上是中國和朝鮮打聯合國軍，其實蘇聯早就暗中下場了。天上飛的飛行員好多都是蘇聯紅軍穿着志願軍的衣服，這事兒大家都心知肚明，只不過誰都不捅破。更要命的是，美國剛放狠話說要扔原子彈，蘇聯立馬就表態了，不介意以炸彈對炸彈。這個炸彈是什麼？美國人心裡跟明鏡似的，真要是把原子彈丟下去，誰能保證蘇聯不會照着美軍陣地來一顆？到那時候戰爭還怎麼收場？第三，自家盟友先慫了。朝鮮戰場上的聯合國軍可不止美國一家，前前後後15、16個國家跟着混呢。美國說要扔原子彈的時候，這幫盟友先慌了。大哥，你扔之前好歹跟我們商量一下啊！尤其是英國首相艾德里直接坐不住了，親自飛到華盛頓找杜魯門面談，意思很明白，你扔原子彈。萬一蘇聯報復，歐洲怎麼辦？3戰打起來，誰扛得住？在各方的巨大壓力下，杜魯門最後只能公開發表聲明，承諾不會使用原子彈，這事兒才算暫時壓下去。說到底，美國當時確實有人想用原子彈翻盤，但上上下下算了一圈賬，最終還是不敢。真把原子彈扔到朝鮮半島，那就不是輸贏的問題了，極有可能引爆第3次世界大戰。這個歷史罪人誰也當不起。所以到了1953年，美國最終還是老老實實跟中朝簽了停戰協議。雖然名義上戰爭狀態沒有完全結束，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來，這一仗美國沒贏，中國和朝鮮頂住了壓力，笑到了最後。